穿越斗罗，我被唐日天捡到并收为养子，但我转生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名魅力无限的魅魔。就连觉醒的武魂也是以美丽著称的光明女神蝶。每个女性在见到我的脸时都会被迷得不要不要的，甚至所有的斗罗女神更是为了我大打出手。姑娘们快住手，不要再打了啦！我平等的属于你们每一个人啊！此时的圣魂村外，我正在草地上潜心修炼唐三之前教我的玄天功，但这时唐三却突然来到了我的身边。哥，我该回去做饭了，咱们一起回去吧。闻言，我缓缓睁开了眼睛，随即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不解。小三，你教我的玄天功，我已经把第一层给修炼圆满了，但不知为何，我迟迟无法突破瓶颈修炼第二层。面对我的询问，唐三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毕竟他的玄天功直到现在也没有突破第一层，但这也让他对我的妖孽天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要知道，他也是在修炼了几年后才将这玄天功传给我，可我却先他一步达成了第一层圆满。眼见唐三迟迟没有说话，我也放弃了继续询问，紧接着就和唐三一起回到了家中。如今唐昊仍然还是原著中那个颓废的唐日天，但因为我的颜值高人缘好，所以唐昊一家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是直线飙升。村子中的很多家庭都愿意将食物或者生活用品分享给我，尽管没有大鱼大肉，可至少要比原著中的依靠西周勉强度日要强上许多。在等待唐三做饭的这段时间内，村长老杰克也来到了我们的家中。富江啊，明天就是你和小三觉醒武魂的日子，你们可千万不要忘记啊，不然的话你们就要等第2年了。听到这话，我连连点头，知道了爷爷，小三去做饭吃了，你要不要也留下来吃点？不了不了，爷爷就是来告诉你们这件事的，这就要走了。说着，老杰克笑呵呵地打量了一圈四周，却没有看到唐昊的身影，这让老杰克当场大怒。唐昊呢？那个家伙是不是还没有睡醒？不等话音落下，老杰克直接闯入了唐昊的房间，在看到烂醉如泥的唐昊倒在床上的时候，他当即怒吼了一声：唐昊，我刚才在外面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听到老杰克的斥责，唐昊这才睁开了眼睛。他们觉醒武魂就觉醒武魂吗？打扰我睡觉干什么？眼见唐昊还是一脸的无所谓，老杰克顿时气得无话可说，只能交代了一声明天会来接我们去进行武魂觉醒，之后便面带忧愁地离开了此处。我则望着老杰克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实际上我一点也不担心武魂和魂力的事情，毕竟我本身就是魅魔转生，拥有顶级的魅魔血统，现在还修炼了玄天功，要是这样还没有先天魂力，那我倒不如直接重开。另外我要是觉醒了废武魂，也完全可以凭借魅魔天赋接近独孤雁，从而谋夺仙草机缘完成逆袭。所以我整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甚至还对未来产生了一丝憧憬。因为在我的规划中，我将充分利用我的魅魔天赋，争取把波塞西小舞还有朱竹清等斗罗女神都迷得神魂颠倒，感受一下魅魔光环的乐趣。随着我开始畅想未来，时间也在不知不觉间来到了第2天。一大早，老杰克就找上门来，并拉着我和唐三去往了村子中的武魂殿分店。在这里等了没多久，唐三就在武魂殿执事素云涛的引导下完成了武魂觉醒。至于觉醒的武魂也和原著中没什么两样，明面上还是只觉醒出了蓝银草这个废武魂，但我非常清楚，他在暗地里肯定还觉醒了昊天锤。紧接着觉醒的人员就轮到了我，不过相比于对其他人的冷漠，素云涛在看到我的时候却明显温柔了许多，不但细致地讲解了各个注意事项，甚至和我说话的时候也永远是面带微笑。此刻随着武魂觉醒仪式的正式开始，一股温暖的力量瞬间将我包围，在这股力量的牵引下，我的背后骤然绽放出了绚丽的光芒，一对美丽至极的蝴蝶翅膀也随之舒展开来，纯洁的光明气息更是弥漫了整个武魂殿。见此场景，现场的所有人都顿感内心一片祥和，脸上还纷纷露出了痴迷的神情，就连偷偷跟来的唐昊也不由得沉醉其中。但他毕竟是封号斗罗，很快就从这种沉醉的情绪中脱离了出来，可脸上还是涌现出了感慨之色。富江这孩子的魅力还真是可怕啊！不过他觉醒的这个是什么武魂，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就在唐昊为此好奇的时候，素云涛也问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什么武魂？为什么会这么美？听到素云涛的询问，我终于回过了神，但紧接着我就一脸的震惊。一方面是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觉醒光明女神蝶，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武魂只有女性才能觉醒。然而很快我就想到了一个猜测，只有女性才能觉醒光明女神蝶的理论或许是错误，实际上它是和美相关联的武魂，而我因为有魅魔的容颜和气质，所以我才有资格觉醒这个武魂。另一方面则是我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的体内还有另一个武魂，也就是说我其实也是双生武魂。不过眼下我没有去仔细探究那个武魂的存在，而是缓缓开口回答了素云涛的问题：光明女神蝶，这就是我的武魂。得到我的回答后，素云涛不禁开始了喃喃自语，我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武魂，但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如此美丽的存在，也算是不负此生了。想到这，素云涛暂时结束了思考，之后又安排我进行了魂力测试。当看到测试结果是先天满魂力之后，素云涛再次陷入狂喜之中。在他看来，虽然蝴蝶武魂普遍属于兽武魂的低生态链，但我的蝴蝶武魂肯定不一样，至少从我展现出的气势来看，我的武魂在未来必然会极其强大，而我先天满魂力的结果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这让素云涛一时沉浸在了升职加薪的美梦中。毕竟我是由他发现的，到时候武魂殿肯定会对他有所嘉奖。此时的唐昊在看到我的魂力测试结果后，脸上也流露出了满意之色，毕竟他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我的大放光彩自然也让他具有容颜。但下一秒他的脸上又转而出现了愁容，富江倒是有光明的前途了，那小三可咋办呢？此时意识到这一点后，唐昊不免有些惆怅。在他看来，虽然唐三觉醒出来的是阿银的武魂，但他仍然对唐三的天赋没有多强的信心。毕竟纵观斗罗大陆的历史，能够将蓝银草武魂培养起来的魂师，一直都只有阿银一个人，更何况阿银能够将蓝银草这样的武魂修炼起来，根本原因还是阿银是10万年魂兽化形，是蓝银草一族真正的皇。因此唐昊并不认为唐三能修炼到阿银那样的境界。就在这时，眼见素云涛还在畅想未来，我又将水晶球递给了唐三，让他测试魂力等级，而唐三的测试结果也和原著没任何区别，仍然是先天满魂力。这个结果让素云涛再次傻眼，我去，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武魂，这怎么可能？而唐昊在看到这一幕后，心中的愁绪也跟着消散了许多，虽然和我想象中的昊天锤武魂还是差了很多。
也比不上富江，但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说起来，富江的这个武魂该怎么帮他培养呢？居然连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武魂。当唐昊在思考我未来的发展时，素云涛已经向我和唐三提出了邀请。两位小朋友，我是武魂殿诺丁城分店的执事素云涛，我现在代表武魂殿，真诚的希望二位可以加入我们。说着，素云涛将视线锁定在了我的身上，尤其是你，只要你能加入武魂殿，所得到的待遇必然会超乎想象。眼见素云涛一脸的自信，好像根本不担心我会拒绝他一样。唐三的神情中顿时流露出了厌恶之色，但他并不是反感对方没将自己放在眼里，毕竟在他看来，他被我的光芒给遮掩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真正反感的是对方这种迷之自信以及擅自替我做主的行为。就在这时，沉默许久的我终于开口回答了素云涛的邀请，加入武魂殿的话，还是算了吧。我这个人更喜欢无拘无束的日子。见我竟然拒绝了他的邀请，素云涛当即满脸的不可置信，下一秒就要开口继续劝说。但这时老杰克却走进了武魂殿内，他已经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却迟迟不见我和唐三出来，所以为了知道这次的武魂觉醒结果，他这才擅自闯了进来。执事大人，请问我们圣魂村今年的觉醒情况如何？面对老杰克的询问，素云涛下意识的有些不耐烦，可在想到老杰克是我们的村长后，他的神色中又转而多出了一丝尊重。有2个孩子拥有先天魂力，分别是富江和唐三，真不愧是以往出过魂圣的村子，简直是人杰地灵啊。紧接着素云涛又和老杰克简单聊了几句，之后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圣魂村。随即老杰克笑呵呵地看着我，对了，虽然村子现在只有1个名额，但是为了让你们2个都能去上学，等下我就去隔壁村子问问，他们今年要是没有出现觉醒了先天魂力的孩子，爷爷就朝他们借用一下攻读生资格。见老杰克对我和唐三如此上心，我们2个都乖巧地点了点头，随后才和老杰克分别，并朝家的方向走去。不过在路上的时候，唐三却偷偷凑到了我的耳边，哥，我好像还有另一个武魂。说着，唐三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下一刻一柄乌黑的小锤子浮现而出。看到这一幕，暗中的唐昊当即满脸震惊，那居然是昊天锤。我的儿子小三，他果然是个天才，竟然是传说中的双生武魂。而我尽管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但我还是装出了一副吃惊的模样。小三，没想到你竟然和我一样也有2个武魂。此言一出，唐昊惊喜的差点喊出声来，他想都不敢想，自己收养的孩子竟然也是双生武魂，这让唐昊不免对未来向武魂殿的复仇计划有了更强的自信。至于唐三的反应则和唐昊差不多，那张稚嫩的脸上眼下已经写满了激动之色。大哥，咱们不愧是一家人啊，你的第2个武魂是什么？闻言我认真的想了想，我的第2个武魂不怎么好展示，但我的心脏就是我的第2个武魂，名字叫做帝王引擎。这是什么武魂？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眼见唐三一脸的疑惑，我却是在心中笑了笑。作为穿越者大军的一员，我可是对帝王引擎熟悉的很，只要有了这个武魂，任何敌人在面对我的时候都肯定会畏战先怯。不过即便这个武魂非常强大，可我还是非常清楚，我的根本是光明女神蝶和魅魔血脉，因此我没打算和唐三细说，只是随便找个借口搪塞了过去。时间转眼来到了3个月后，在老杰克的帮助下，我和唐三都得到了去诺丁学院上学的名额，并且还在开学的当天被老杰克亲自送到了诺丁学院。此刻望着诺丁学院的大门，我不禁心生感慨，但却完全没有任何的胆怯。一方面是我有魅魔血脉撑腰，绝对不会有人对我产生不利的想法，另一方面是我在这段时间得到了唐三给我打造的袖剑，再加上唐昊肯定会在暗中保护我，因此我在学院的生活肯定是顺风顺水。想到这，我一脸自信地带着唐三找到了报名处的女老师。然而这名年轻貌美的女老师在给我们填写签到信息的时候，几乎全程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对此我难免有些无奈。好在最后女老师终于是恢复了清醒，之后我和唐三又径直来到了学院的宿舍。不过刚到这里，我们就听见了一阵闹哄哄的声音，这让唐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哥，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怎么这么乱？实际上唐三对这样的环境并不挑剔，而是觉得让我住在这里会有些委屈，因此唐三才会忍不住挑剔起来。意识到唐三的真实想法后，我轻笑了一声，小三，放心吧，我能住的习惯。话音刚落，一个扎着蝎辫的小女孩突然带着一大群孩子走了过来，你们2个就是新来的攻读生吧？我叫小五，跳舞的舞，是这个宿舍的老大，咱们来切磋一下吧，要是输了的话，你们要认我当老大。说着，小五将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但在看清我的容貌后，她的俏脸却迅速红润下来。你例外，你要是输了，要管我叫老婆，不是，要管我叫姐姐哦。小五的话让他身后的孩子们都有些傻眼，要知道他们在认小五当老大的时候，不仅被小五给暴揍了一顿，而且小五的态度还极其凶残，根本没有此刻面对我的温柔。见小五这副模样，我也来了兴致，当即对唐三使了个眼色，小三，上，让他见识一下你的厉害。闻言，唐三痛快地答应了一声，并在座椅后直接和小五站在了一起。唐三所使用的招式都相对沉稳，小五则身法灵动，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2人之间的战斗形成了很强的观赏性，但一时之间也根本难分上下。看到这一幕，我不免叹了一口气，随即伸出手向2人的方向轻轻一抓，随着一股无形的力量从我的掌心涌出，唐三和小五的动作都骤然定格，这场玩闹般的战斗也就此结束。对此，唐三不免心中一惊，他知道我使用的是唐门绝学中的控鹤擒龙，但他没想到我才刚学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就可以将其给融会贯通。这天赋纵然是唐三都感到了一丝可怕，同时内心对我的崇拜也随之多了几分。而此刻的小五则有些慌乱，这是怎么回事？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怎么动不了了？面对小五的询问，我微微一笑，别担心，我只是暂时控制了你们的动作，毕竟照你们2个这么打下去，恐怕打到晚上都不会有结果。另外，通过我刚刚的表现，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实力吧？还想把我收为小弟吗？
吗？说完我还伸出手摸了摸小五的脑袋，这让小五瞬间闹了个大红脸，当场羞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见小五已经对我彻底服气，我这才散去了限制二人行动的禁令。好了，那就到此为止吧。不过小五，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食堂吃晚饭呢？此言一出，小五的神情顿时变得更加娇羞。可是孤男寡女的两个人是不是不太好？不过我也不是想拒绝你，我同意了。闻言，一旁的唐三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什么叫孤男寡女？难道我不是人吗？就在唐三如此想着的时候，小五已经蹦蹦跳跳的跟着我朝食堂的方向走去。见状，唐三也赶快跟了过来，徒留小五带来的那些孩子在原地大眼瞪小眼。时间转眼来到了晚上，忙碌了一天的玉小刚终于回到了诺丁学院。不过在到达学院的第一时间，他就得知了我和唐三还有小五是先天满魂力的事情，但他自动忽视了我和小五，而是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唐三的身上。毕竟唐三的武魂可是废武魂蓝银草，和他的理论研究方向简直不谋而合，这甚至让玉小刚瞬间亢奋了起来。一个废武魂怎么可能拥有先天满魂力？看来这个叫唐三的学生很有可能是双生武魂。这件事其他人肯定没有发现，但要是我发现了这一点，再将唐三给培养成才，这样未来就不会有人敢小觑我的研究了。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也是证明我自己的最佳时机。想到这，玉小刚立马动身去往了工读生的宿舍，并将唐三从宿舍中叫了出来。没想到在这诺丁学院中，竟然让我遇到了100年来第3位双生武魂的拥有者。说完，玉小刚就打量起了唐三的神情，但却发现对方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甚至唐三还歪着脑袋反问了一句：“大师，您在说什么？什么是双生武魂？”这让玉小刚难免有些惊讶。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这番话能将唐三给当场震住。不过很快他就想好了理由，到底还是乡下来的孩子，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也可能是在故意隐藏自己的秘密。随即，玉小刚摆出了一副高人的模样：“孩子，有防备心是好事，但身为学者，我的判断从来没有出过错。”说完，玉小刚立马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先是从废武魂蓝银草说到先天满魂力，之后又说出了自己的判断。然而他没有发现的是，随着他的话越说越多，唐三的眼中逐渐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厌烦和戒备，同时心中还不由得泛起了嘀咕：哥说的果然没错，这世界上果然有这种没本事硬装的学者。幸好在我见到这个玉小刚之前，哥曾经嘱咐过我，要是有人猜测我是双生武魂，要么装作不知道，要么直接否认，否则的话我恐怕就会被这个所谓的学者给骗到。就在唐三如此想着的时候，玉小刚仍然在继续长篇大论。可在他说到唐三以后要主修坚韧和毒素2个方向的时候，唐三却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话：“够了，简直是一派胡言！我真是想不明白，就你这样的人，凭什么会被其他人称之为大师？”说着，唐三想起了我之前教导过他的知识，那时我曾告诉他，蓝银草虽然是一种路边随处可见的杂草，但却有被世人忽略的独到之处，也就是极强的适应力和繁衍能力。总结来说，则是极强的生命力。这样的武魂去修炼毒素，根本就是舍本逐末。不过我之所以会说出这番话来，也是为了给唐三打一个预防针。毕竟我可不想让我的弟弟跟着30级时就突破54岁的天才修炼。此时面对唐三的质问，玉小刚当场愣在了原地，唐三则一字一句的嘲讽起了玉小刚：“你一上来就断言我是双生武魂，之后又开始兜售你那套理论，还说蓝银草武魂要走毒素的路线，真是荒唐。当然，你要是想证明自己，可以亮出你的武魂和魂力等级，只有这样我才会相信你的话，甚至还会拜你为师。”随着唐三的话音落下，玉小刚的老脸瞬间涨红，却迟迟说不出一句话来。见此，唐三也没了继续交谈下去的兴趣，果断转身回到了宿舍之中，并将刚刚的事情都告诉给了我。听完后，我的脸上立马闪过了一丝庆幸，幸好你没被那个家伙骗了。我之前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听说过，那个大师就是个骗吃骗喝的家伙，现在都50多岁了，魂力也不过才29级。我的话让唐三也有些庆幸，原来如此，幸好哥在之前提醒过我。不等唐三的话音落下，小五突然走了过来：“哎呀，说那些事情干什么？赶快睡觉吧。”闻言，我和唐三都点了点头。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下一秒小五就面带娇羞的躺在了我的床上。此时看到小五娇羞的模样，唐三整个人都当场愣住。“小五，你这是干什么？你睡这里让我哥睡哪？你这个人真的很自私。”“喂，你才自私呢！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眼见唐三和小五差点为了我争吵起来，我急忙面带微笑的打起了圆场：“没事的，小三，反正我买的被褥很大，两个人一起用完全绰绰有余。”见我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唐三也就不再多说什么，直接回到自己的床上休息了起来。随着时间来到了半夜，唐三和小五都逐渐进入了梦乡，我则趁机偷偷离开了学院。紧接着我抬头望向天空，说了一句：“浩叔，我都已经出来了，您为何还要躲在暗处啊？”话音刚落，唐昊的身影陡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小江，你这心脏武魂与生俱来的天赋还真是恐怖啊！我专门隐去了自己的动静，但还是被你轻而易举的发现了，真不敢相信，等你真的成为了魂师，到底会有怎样恐怖的天赋？”说完，唐昊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复杂之色。实际上在3个月前觉醒武魂之后，我曾在当晚找上了唐昊，刚一上来就表示我觉醒了双生武魂，并且还声称我在白天的觉醒仪式上察觉到了唐昊的存在，这让唐昊当场被吓了一大跳，但同时也有些欣慰。一方面是他完全没想到我这么一个刚觉醒武魂的孩子居然能察觉到躲在暗处的他，另一方面则是他很开心我能将双生武魂的事情告诉给他，这说明我非常信任他这个养父。所以在那天晚上，唐昊在一时激动之下直接和我彻夜长谈，不但坦白了一些自己的事情，还答应帮我寻找一些我需要的东西，甚至是帮我猎取魂环。至于我今天晚上离开诺丁学院，也是因为我通过帝王引擎感知到了唐昊的到来，深知唐昊恐怕已经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和魂兽，而唐昊接下来的话也印证了我的猜测，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个储物魂导器里面，至于你想要的那只魂兽，我不方便带进来，所以就去城外吸收吧。说完，唐昊先是将一个手镯外形的储物
魂导器递给我，之后就带着我来到了诺丁城外的一处小树林中，并从树丛中拎出了一头被打晕的魂兽。这只魂兽长着蝴蝶一样的外形，但浑身却散发着淡粉色的光芒，正是因美丽而遭到大规模捕杀，导致几乎灭绝的晨露粉蝶。这种魂兽和我的武魂有极高的契合度，不过平时都会躲藏在山谷之中，遇到的难度非常高。就连我当时提出要将这种魂兽当成第一魂环时，其实也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我没想到唐昊居然还真给我抓了过来，可想而知唐昊其中到底付出了多少艰辛。随即我感谢了一番唐昊，之后就在他的护法下开始吸收魂环。等到魂环吸收完成，唐昊立马迫不及待地询问起了我的第一魂技，我则在下一秒就释放出了光明女神蝶。随着一个百年魂环浮现而出，我的第一魂技也成功释放。紧接着一阵柔和的金光笼罩了四周，唐昊的内心则随之变得一片祥和。他甚至还想起了多年前和阿银相见的那个清晨，但这份美好却随着我解除魂技而骤然消散，这让唐昊一时有些怅然若失。这就是你的魂技吗？没错，昊叔，这是我的第一魂技温柔乡。虽然没有攻击力，但却可以让所有接触的人感受到心中缺失的美好和温暖，甚至让那些意志不够坚定或者弱小的人沉浸在美好之中，从而让他们失去抵抗之心。你这个魂技简直太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魂师战斗中最为顶级的胜利了。眼见唐昊一脸的赞赏，我嘿嘿一笑。对了，昊叔，明天我打算带小三去猎取魂环。好，有你带小三去，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听到唐昊的话，我在心中腹诽了一句，那肯定的，至少我绝对不会想着给唐三找一根10年孤主。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唐昊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小江，进入猎魂森林需要的手令，我也放到你的储物魂导器里面。不过你打算让小三的蓝银草走什么路子？偏向食物系的辅助系吧。得到我的回复后，唐昊顿时眼睛一亮，他刚听完我的想法，就立刻洞察到了我的意图。如果唐三的蓝银草武魂能走我说的路子，虽然前期战斗力会差很多，但后期蓝银草武魂的增幅却可以施加到昊天锤上，从而让双生武魂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更何况就算前期没有战斗力也没什么影响，明面上唐三有我这个哥哥保护，暗地里还有他这个封号斗罗保护，无论如何都出不了岔子。况且在唐昊的眼中，唐三即便是真的出了岔子，他还有我这个养子送终，因此完全无需担心。想到这，唐昊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既然已经决定好了，那就放手去做吧。现在我先送你回学院吧。对了，昊叔，能不能帮我弄一些金胶来？年份越高越好，那东西对我和小三都有大用。闻言，唐昊不禁面露难色。好吧，但是你和小三一定要注意身体。说完，唐昊不再和我多说，直接将我送回了学院之中。我则小心翼翼地重新睡到了小五的身旁。然而在第二天早上，我却发现小五竟然钻进了我的怀中。小五在醒来后也发现了这一点，一时之间我们两个面面相觑。小五的脸色则肉眼可见的红了下来，紧接着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就在这时，早早出去买早餐的唐三也回到了宿舍，并将几个包子递到了我的手中。哥，这是我给你带的早饭。见此，我的神色有些复杂。弟，哥哥可能要对不起你了。哥，你说啥呢？我才不信你会对不起我，而且你这样的好性子能做出什么事啊？难道你还能抢我老婆吗？此时听到唐三的话，我不免生出了几分愧疚之心。弟，这份早饭你就吃了吧，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哥，你对我真好。对了，小三，等下去教导处请个假吧，今天我带你去猎取魂环。我的话让唐三顿时无比激动。太好了，哥，需要我准备什么吗？没事，有哥在，出发前都会安排好的。就在这时，调整好心情的小五又跑了回来，他在看到唐三手中的包子后眼睛一亮。包子，富江，我也想吃。闻言我微微一笑，小三，这些包子要不还是给小五吧，反正咱们等下出去的时候还能找地方吃早饭。说着我又拿出一袋钱币递给了小五。小五，我和小三等下会去猎魂森林里猎魂，这里面的钱就交给你了，记得省着点花。这番话让小五感动的连连点头，同时也对我们有些担心，毕竟猎魂森林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不过他终究还是没好意思将这份担忧讲出来。紧接着我们不再多说，在请好假后，我和唐三就启程赶赴了猎魂森林的方向，并凭借唐昊交给我的令牌径直进入了森林的内部。然而刚一进入这里，我就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显然是偷偷跟过来的唐昊，但我没有过多理会，而是将我昨晚和唐昊说起的蓝银草修炼路线又和唐三讲了一遍，同时还补充了一句魂环的选择。小三，我这次打算给你找个熔蚕，或者是甘霖草和薄荷草，后两个的生命属性都不错，不过还是熔蚕更好一些。熔蚕这种魂兽虽然稀有，但种族天赋和你的魂环契合度非常高，说不定能有奇效呢。躲在暗中的唐昊在听我说完后立马恍然，接着就离开此处自己寻找起了熔蚕。而唐三尽管不明白熔蚕的含金量，却也无比的感动，他也能看得出来，我给他规划的修炼路线非常完美，完全可以将双生武魂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这让唐三心中对我的钦佩也再次加深了许多，甚至还打算顺便也帮我寻找一下适合我的魂兽。殊不知我其实在昨晚就成功吸收了一枚魂环，因此我拒绝了唐三的好意，并一边帮唐三寻找魂兽，一边等待着唐昊的消息。但我们走了一上午也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唯一还算不错的就是一个30多年的薄荷草，可这算来算去也就比10年孤竹多了20年，让唐昊把村口老杰克干掉，说不定都能爆出个100年魂环呢。况且要是让唐三吸收了那个薄荷草，我岂不是和玉小刚就没有了任何区别？就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唐昊的魂力传音：富江，我在这座猎魂森林里找了一圈，但一直没有找到熔蚕，这里恐怕根本没有这样的魂兽。不过我发现了一株400多年的甘霖草，那可能是这里最适合小三的魂兽。听到唐昊的话，我轻轻地叹了口气，随即就按照唐昊的指引，和唐三一起找到了那株400年的甘霖草。等到唐三将甘霖草吸收完成，他又迫不及待地说起了自己的第一魂技：哥，我的第一魂技成了，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这个魂技叫做甘霖之露，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凝聚出数滴甘霖之露，从而快速地恢复体力或者治疗伤势，而且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净化毒素。最关键的是，它没有任
任何的副作用，也不会和任何的药物或能力产生冲突。看到唐三表现得非常满意，我也不免感到了高兴，看起来还不错。蓝银草那如同白纸一样的可塑性，几乎是完美继承了甘霖草的优势。听到这话，唐三连连点头，同时心中还不禁回想起了之前碰到的玉小刚。幸好我一直都相信大哥的话，要是相信了那个玉小刚，我说不定就要前途尽失了。在唐三对玉小刚腹诽之际，我却捡起了已经被吸收完魂环的甘霖草尸体。这玩意儿的药用价值还挺高的，不但可以自己留着制作成甘霖粉，还可以拿出去换钱。等到我打包好了甘霖草的尸体，我和唐三就启程朝诺丁城的方向赶去，并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武魂殿，准备让唐三先进行一下魂师注册。而马修诺在听说来进行认证的是小孩子之后，更是片刻都不敢耽误，生怕错过年纪轻轻就有资格成为魂师的天才。紧接着马修诺立马安排唐三开始了魂力检测，在发现对方的魂力达到了13级半的时候，马修诺直接当场傻眼，只因在武魂殿的理论研究中，纵然是先天魂力，在吸收完魂环之后，魂力等级最多也只会来到11级左右。至于唐三这种跳了2级半的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对此我却是在心中微微一笑，果然蓝银草还是应该吸收生命属性的魂环啊。不过我现在的魂力等级应该快要突破15级了吧？想到这我不免有些感慨。要知道我的修炼速度之所以这么快，一方面是我自身的天赋和魂环来源足够好，另一方面则是玄天功。就在我成功吸收魂环的那晚，我的玄天功也成功突破到了第2层。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玄天功居然就此开始了自行运转修炼。虽然修炼速度无比缓慢，但却能时时刻刻对我产生反馈。在认真的检查了一遍后，我才发现问题的所在，原来是随着我获得第一魂环，我的魅魔血统能力居然再次得到了提升，甚至还觉醒了能攻略死物的能力。因此玄天功几乎瞬间被我的魅魔体质攻略，这才开启了自行运转的能力。就在这时，马修诺突然向我和唐三发出了邀请：富江、唐三，不知道你们2人愿不愿意加入我武魂殿呢？唐三不用多说，富江我也是听说过你的大名啊，不但是先天满魂力，还拥有一种美丽到极致的武魂，请你务必要加入我们。说着，马修诺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狂热，内心更是激动万分。要是能把这么美丽的男孩子邀请到武魂殿，教皇和少主一定会给我升职加薪的。面对马修诺的盛情邀约，我实际上非常动心，毕竟我对比比东和千仞雪都有不错的好感，同时我也相信自己能从他们身上得到无与伦比的回报。但眼下还不是我接触他们的最佳时机，因此我和唐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委婉拒绝。对此马修诺深感可惜，对他来说唐三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他之所以向唐三发出邀请，也是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不过既然现在我和唐三都已经表示了拒绝，马修诺索性不再掩饰他对我的偏爱，下一秒就拉住我的手，并声情并茂地嘱咐了一番：富江，无论你之后加入了哪个势力，爷爷都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要是以后在诺丁学院受欺负，就来武魂殿和爷爷讲，爷爷替你出头。另外你弟弟都已经成为魂师了，你应该也差不多了，爷爷直接帮你一起完成魂师注册吧。我知道了，谢谢爷爷。随即马修诺给我们取来了2个崭新的魂师手札，之后我们才拜别马修诺回到了诺丁学院。不过刚一抵达这里，我们就将小五叫到了食堂吃饭，并表示我们打算搬到单间宿舍去。听到这话，小五陡然愣了一下，怎么好好的你们就要换宿舍了？这样以后咱们就见不到了。我知道了，是不是唐三的主意？你们是不是早就想好了，以后就不带我玩了？说着，小五那双灵动的眼睛陡然落下泪来。看见小五委屈巴巴的模样，我心里直呼冤枉。要知道我和唐三决定搬到单间宿舍，也是在猎魂的路上商量出来，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方便以后修炼，而将这个决定告诉给小五，也是出于尊重他。但我确实没想到小五的反应居然会这么大，因此我赶忙将搬到单间宿舍的真实原因讲了出来，甚至还补充了一句：其实我是很愿意和你做朋友的，不知道小五你的想法呢？听了这话，唐三也急忙附和起来：是啊，俺也一样。然而小五却下意识地忽略了唐三，傲娇的目光也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既然你都这么有诚意了，那我就认下你这个好朋友了。而且在你们去猎取魂环的这段时间，本姑娘也成为一名魂师了，以后我可以护着你们哦，是吗？还真是厉害呢。不过小五你既然也成为了魂师，那不如和我们一起搬到单间宿舍去吧，这样对以后修炼也有帮助。闻言，小五顿感为难，毕竟他每个月只有1枚金魂币的补贴，完全没有多余的钱去住单间宿舍。但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可以啊，不过咱们2个可不可以住一间啊？住宿费平摊，这样的话你和我都能省点钱。此言一出，唐三直接当场傻眼，我则是无奈的笑了笑，真是拿你没办法。不过这次单间宿舍的床得换个大一点，否则你肯定又要钻到我的怀里了。哎呦，富江，你干嘛？说完，小五就和我打闹了起来。见此场景，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姨母笑。他的灵魂毕竟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因此很轻易就能看出来小五对我是有好感的。再加上唐三也觉得小五这个姑娘还算不错，所以如果我要是真的能和小五在一起，他一定会真心的送上祝福。不过唐三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有点郁闷，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玉小刚自从经历了唐三给他带来的打击，他就离开了诺丁学院，并来到史莱克学院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弗兰德，想要借助这个学院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等他真的见到了弗兰德，却又陡然失去了信心。弗兰德，你说我这一生是不是很失败啊？我真的有培养好学生的能力吗？察觉到玉小刚的状态不对，弗兰德赶快出声安慰了一番。小刚，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可是黄金铁三角的智慧之角，是学术界公认的大师，还是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的提出者。我可是一直相信你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的，你要是稳定发挥，最少也能培养出一个神来。闻言，玉小刚沉默了片刻，你说的对，弗兰德，是我这段时间想错了。看到玉小刚终于调整好了心态，弗兰德又将2个孩子带到了他的面前。这2个孩子，一个叫马红
俊，武魂是变异武魂血火凤凰，另一个叫奥斯卡，武魂是香肠，同时还是天底下独一份的食物系先天满魂力。接着弗兰德又重点说了一下马红俊的血火发泄问题，对此玉小刚却直接自信的给出了承诺，放心吧，既然我来了，我肯定会担负起身为老师的责任，在我的指导下，这两个孩子定会脱颖而出。说完，玉小刚还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唐三，你等着瞧吧，我要让你后悔没有拜我为师。时间转眼来到了1年后，我和唐三终于在诺丁学院迎来了首次假期。不过小五在得知我和唐三要回家后，就吵着要和我们一起回去，见此我也只好答应下来。不过因为我经过这段时间的刻苦修炼，魂力已经顺利来到了20级，所以在回家之前，我又和唐昊在一处树林中秘密见了一面，想要让他帮我猎取第2魂环，之后再和唐三一起回家。此时唐昊神色感慨地打量了我一番，小江，你这天赋太恐怖了，才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能猎取第2魂环了。侥幸而已，昊叔，不过猎取第2魂环的事情还是要拜托您帮忙了。第2魂环我想要1000年的。听到这话，唐昊顿时震惊不已，小江，这可不行啊，这个魂兽年限不是你现在可以承受的。昊叔，我明白你的担忧，但你还记得我去年让你找的金胶吗？我和小三这段时间一直在坚持服用。闻言，唐昊当即一脸的纠结，小江，这东西虽然好，但还是少吃吧，而且你吃我能理解，小三吃这个是为了什么？他也用不上啊。此时看到唐昊对金胶的功效存在误解，我不免感到了些许的无奈。昊叔，其实金胶还可以增强体质，让魂师在吸收魂环的时候可以选择年限更高的魂环，再加上我的体质本身比较特殊，所以我才敢做出1000年第2环这个决定。此话一出，唐昊顿时满脸的震惊，但他没有怀疑我的意思，毕竟在他的眼中我也不是那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何况唐昊也有十足的自信，如果我在吸收1000年第2环的时候出现了差的，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出手干预，到时候至少可以保下我的性命。想到此处，唐昊点了点头，你想好了，那昊叔就支持你，但如果失败了的话，我虽然能保你一命，可你就再也当不了魂师了。放心吧，昊叔，我肯定会成功的，而且我要是吸收1000年魂环能圆满成功的话，就证明我的思路完全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以后说不定就能吸收万年第4环，还有10万年第8环。另外要是后续金胶提供稳定，再加上我的培养方案，小三说不定也可以达到万年第4环。闻言，唐昊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了，那我尽量把市面上的金胶都给买下来。随即我将这次想要的魂兽告知给了唐昊，唐昊则默默地点了点头，紧接着就离开了此处。等到我们第2天晚上再次在这片树林汇合时，唐昊的手中已经多了一只1000年的蝴蝶魂兽，正是数量极为稀有的寒月华蝶。这种魂兽能制造出极致的冷气，并在四周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而且本身也极其的美丽，和我的武魂契合度非常高。而我之所以会选择这种魂兽作为第2魂环，也是因为看中了它能形成屏障的能力。毕竟我虽然为了能充分发挥自身美的特征，所以走上了一条控制系的道路，但我在防御力上却存在短板，只有这只魂兽的天然屏障能弥补我的缺陷。随即我向唐昊道了声谢，接着就在他的护法下开始吸收魂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寒月华蝶的魂环也顺利的融入了我的体内，完全没有出现任何意外。见状，唐昊终于松了一口气，小江，怎么样？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吧？放心吧，昊叔，一切正常，而且我还得到了一个第2魂技，叫做月霓裳。说完，我直接释放出了光明女神蝶武魂，随着一枚紫色的1000年魂环缓缓浮起，我的周身顿时出现了无数个光点，并逐渐在我身上凝聚出了一件如梦似幻的月华霓裳。在这件仙衣的衬托下，我整个人都仿佛化作了月宫中降临人间的仙人。见到这一幕，饶是见多识广的唐昊都不由得感慨了一声，好美，真不敢想象你这孩子以后长大了该有多么祸国殃民。闻言我微微一笑，随后解除了身上的霓裳。昊叔，这就是我的第2魂技，在开启这个仙衣后，我面对一切攻击的抵抗力将达到100%，并且自身的力量、攻击力、防御力还有速度和精神力都会提升到150%。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唐昊瞬间瞪大了眼睛，这么强的增幅效果，这就是1000年第2环的威力吗？不过小江，你这个第2魂技恐怕不单单只有增幅效果吧？刚刚你释放那个魂技的时候，我还感受到了一股寒意。没错，昊叔，我的第2魂技还可以天然的制造寒冷，在战斗的时候，这股寒意不但可以被动的保护，还可以在我的驱使下将对手给冻成冰雕。此话一出，唐昊不禁咽了咽口水，这哪是一个魂技啊？如果严谨一点细分的话，你这个完全可以算是2个魂技啊！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你这个魂技的效果，恐怕都会羡慕死你的。听了这番话，我嘿嘿一笑，昊叔，其实连我自己都有点被惊到。不过也正是这样，这个魂技才能被称之为仙衣嘛。那昊叔，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闻言，唐昊欲言又止，但最后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眼神复杂的目送我离开此处。实际上他很想和我聊一聊小五的事情，他自从看到小五的第一眼，就发现了对方的真实身份，甚至还打算找机会干掉小五，把他的10万年魂环和10万年魂骨分给我和唐三。可在看到我和小五的关系愈加亲近后，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又转而有些担心，生怕我走上他当年的老路。毕竟我和小五很像当年的他和阿银。可事已至此，唐昊只能让我和小五自由发展，甚至还下定了决心，一定不会让我和小五复刻出他和阿银的结局。而另一边的我在回到学院准备好一切后，就在第2天带着唐三和小五往圣魂村的方向赶去。小五非常重视这次的见面，不但用自己的积蓄给唐昊买了一大堆的礼品，一路上还在叽叽喳喳的问个不停，富江，你家是什么样的？叔叔喜欢什么呀？叔叔不喜欢我怎么办？对此我面带微笑的一一回应。至于唐三则一边看着我和小五打情骂俏，一边默默扛着小五买的礼品和一大堆行李。尽管身体在负重，但他的心里却无比的轻松。这样的时光要是能再长一点就好了。不过纵然唐三无比珍惜这段时光，可时间还是在眨眼间来到了5年后。如今我们3人已经在诺丁学院正式毕业，但我因为想去见见朱竹清和宁荣荣，所以在我的主导下，我们3人都拒绝了一众高级魂师学院的邀请，并来到了史莱克学院。这时候的史莱克学院环境还无比简陋，就连学院也只能建设在一个村子之中。此刻小五嫌弃地看了一眼村口排成长龙的报名
队伍，这么破的学院，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报名吗？连咱们的诺丁学院都比不上了。不等小五的话音落下，我们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厉喝声，哪里来的家伙，居然敢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门口大放厥词！闻言，我们都扭头看去，却见戴沐白面带冷笑的走了过来，紧接着他扫视了一圈我和小五，最后将炽热的目光停留在了我的身上。不过如果是你的话，那我就原谅你们的口出狂言了，只是不知道能否邀请你这位美少女共进晚餐呢？此时看到戴沐白极具侵略性的眼神，我差点被恶心的当场吐出来。小五更是凑到我的耳边咯咯的笑了两声。富江，这傻大个把你当成女生啊？他那个眼神一看就对你没安好心，咱们等下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听到这话我却摇了摇头，急什么？等进了学院再说，现在人太多了，不合适。说完我深深的看了戴沐白一眼，脑海中却浮现出了朱竹清的相貌。在我看来，戴沐白和朱竹清虽然是未婚夫妻，但如果不是后来唐三从独孤博那里带回了仙草，让戴沐白看到了自己在皇位竞争中胜利的希望，以及让朱竹清有了掌控自己命运的底气，否则戴沐白和朱竹清绝对无法重归于好。所以这次我绝对不能再让戴沐白得到仙草。紧接着我不再理会戴沐白，而是带着唐三和小五排起了队。眼见我态度冷漠，戴沐白倒也不气馁，反倒是站在旁边一直笑眯眯的盯着我。等了没多久，队伍就排到了我们3个人。见负责报名的李玉松想要按照流程测算我的骨龄，我却抬手打断了他，不用测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手上的骨龄是测不出来的，不过我的魂师手札却记录着我的年龄和实际情况。说完我取出魂师手札递了过去，紧接着为了加强可信度，我又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和魂环。随着绚丽的光明女神蝶现身，一黄两紫的3枚魂环也缓缓浮现。看到这一幕，现场瞬间鸦雀无声，一时不知道是该感慨我的武魂，还是该感慨我的天赋。直到几分钟后，李玉松才率先反应了过来，12岁的3环魂师，而且还是2个1000年的魂环。我在魂师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天才啊！是不是我眼花了？而在队伍中排队的宁荣荣更是惊讶的捂住了嘴，就连同样在排队的朱竹清也微微侧目，那张冷淡的俏脸还涌现出了一丝复杂的情绪，其中有羡慕也有渴望。他甚至在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是不是就不用终日活在恐惧之中？就在众人暗自感慨之际，我也将武魂和魂环都给收了回来。怎么样，这位老师，我有资格通过第1轮的报名吗？有，当然有。说着，李玉松急忙将魂师手札还给了我，生怕再晚一步我这个天才就会离开此处。见此，我慢悠悠地收好了魂师手札，这才走到一旁等候了起来。而唐三和小五也很快完成了第1轮的考核报，二人所展现出的天赋也同样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随即小五和唐三来到我的身旁，富江，我们来了，咱们一起进入学院吧。听到小五的话，我摇了摇头，排队的人也不多了，到时候和其他通过考核的人一起进去吧。就在我说话的功夫，队伍也越来越短，最后通过考核的更是只剩下了宁荣荣和朱竹清2人。这时我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望了过去，但还没等我仔细打量他们的脸，一旁的小五就委屈巴巴地打断了我，富江，你怎么和其他的男人一样了？眼见小五居然吃起醋来，我急忙收回了视线，怎么会呢？你在我的心里可是独一无二，但你是不是没有关注刚刚的报名测试？那2个女生展现出的武魂可是大有来头呢。没错，小五哥说的对，那2个女生的武魂分别是七宝琉璃塔和幽冥灵猫，都是非常有名的武魂，尤其是七宝琉璃塔更是传承自大陆上3宗之一的七宝琉璃宗。但还不等唐三把话说完，宁荣荣和朱竹清就走了过来。这位小哥知道的还挺多嘛，你们好呀，我叫宁荣荣。尽管宁荣荣是在和唐三讲话，可他的视线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显然是因为我才专程过来搭话。随着宁荣荣的话音落下，其身后的朱竹清也跟着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就静静地站在原地不再多言。纵然他的冷淡和宁荣荣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我还是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丝对我的关注以及几乎要溢出来的渴望，这难免让我有些兴奋。看来饶是宁荣荣和朱竹清也无法抵挡我的魅魔体质。紧接着我和唐三等人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但还不等我们进一步交流，戴沐白就走上前来。经过刚刚的报名考核，他已经得知了我男性的身份，因此他也难免有些尴尬。不过因为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小五和朱竹清等3位美女，再加上他也想和我搞好关系，所以他根本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内心，迫不及待的想要融入其中。我叫戴沐白，接下来大家就跟我走吧。说完，戴沐白自发的走到了队伍的前方，朱竹清则眼含失望的看向戴沐白的背影，心中的不甘更是随之翻涌。他不明白为什么和自己定下婚约的人会是这样的一个懦夫，不过在他看向我的背影时，眼中的失望又转而变成了希冀，甚至他还在脑海中开始了幻想，如果我能和富江定下婚约的话，我一定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就在这时，戴沐白带领我们路过了准备排队进行第2轮魂力测试的队伍，但他并没有带我们在这里排队，而是神色骄傲地解释了一番，我已经交涉好了，按照你们报名时的表现来看，第2轮的魂力测试你们完全没必要参加，所以咱们就直接去往第4关吧。说着，戴沐白就将我们带到了第4关，也就是一处实战场地。之后他便站在了场地的一旁，至于考核内容，则是我们需要在赵无极的手下坚持1炷香的时间。而场地中央的赵无极在看到我们的到来后，当即哈哈大笑了一声，居然有5个人来到了这最后一关，看来今年的小怪物还挺多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无极，人送外号不动明王，现在你们有1炷香的时间商量战术。此话一出，唐三等人都不免有些惊讶，我则自信的笑了笑，随后将众人聚在了一起。如果大家信得过我的话，接下来请全力辅助我，不过大家要记住，我们不是要通过考核，而是要打败赵无极。我的话让众人都为之一愣，眼见除了唐三和小五之外，其他人的眼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怀疑，我索性不再隐藏自己，重新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富江，今年12岁，武魂光明女神蝶，是个39级的控制系战魂尊。此话一出，唐三和小五都微微一惊，但他们和我相识多年，早就对我的妖孽天赋有了清晰的认知，所以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宁荣荣和朱竹清则眼前一亮，甚至已经毫不掩饰眼中对我的爱慕之情。至于一直在场地外的戴沐白，也偷听到了我的话，这让他的脑袋一时之间有些嗡嗡作响。我的天哪，我今年已经
15岁了，但也才拥有30级的魂力了。相比之下，这个富江到底是个什么妖孽的存在？不过戴沐白完全没有任何嫉妒的想法，反而是下定了决心拉拢我，甚至他认为只要能得到我的帮助，他完全有机会战胜戴维斯。就在戴沐白如此想着的时候，我们也商量好了作战计划，而赵无极催促的声音也在此时响起：“小家伙们，商量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了。”老师，现在的规则太简单了，体现不出我们怪物的身份，不如把规则改成击败你，这样的话我们也能趁机看一下自己和不动明王之间的差距。听到我的话，赵无极哈哈大笑，他忽然感觉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同时也很对他的胃口，所以当场就同意了我的要求。等到考核正式开始，我们也执行起了之前商量好的计划，也就是宁荣荣和唐三用各自的武魂进行辅助，小舞和朱竹清在场地上游走，我则担任全场唯一的主力。此刻随着光明女神蝶武魂附体，绚丽的光芒顿时从我的体内升腾而起，一对梦幻的蝶翼也在我的身后缓缓展开。看到这一幕，赵无极不免有些发愣，这就是光明女神蝶吗？居然这么漂亮！可是我没有理会赵无极，而是趁着他发愣的功夫释放了一发光球。这个光球是我根据王东的第3魂技自创出的魂技，名字也叫做蝶神斩。但我确实没想过用这招击败赵无极，毕竟对方好歹是声名在外的不动明王。接下来的情况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赵无极很快就躲开了那道光球的攻击，甚至光球骤然间分化出的无数道光刃也完全没有伤到赵无极。随即他迅速调整好之前被光明女神蝶影响的心态，并向我们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很快就将小舞和朱竹清还有唐三打伤。至于宁荣荣，她虽然没有受伤，但也因为被赵无极用一种巧力给送出了擂台之外，所以无法继续参与战斗。见此场景，我们只好执行第2套计划，也就是让唐三等人全力为我拖延时间。我则引下了唐三利用自身魂技为我提供的甘霖之路，之后就在甘霖之路的加持下，开始迅速积蓄体内的能量，准备释放我的第3魂技。这个第3魂技是我在突破30级魂力，并独自去往西北地区猎杀了稀有魂兽火神鹅时所得到的技能。虽然这个技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蓄力以及庞大的能量，但蓄力的时间和威力呈现正比，只要我蓄力的时间足够长，甚至足以秒杀封号斗罗，而这也是我有自信战胜赵无极的主要原因。此刻随着我的身上笼罩了一层火焰鹅茧，我体内的能量也达到了一种极为庞大的状态，但因为搞出的动静过大，所以赵无极立马发现了我的存在，并朝我攻了过来。尽管唐三等人拼命阻拦，却还是无法阻止赵无极来到我的面前，最后更是被依次扔到了擂台之下。不过面对赵无极的到来，我却是微微一笑。就在这时，我身上的火焰鹅茧猛然炸开，直接将赵无极给逼得连连后退，而我的身上更是燃起了层层烈焰，就连身后的翅膀都变成了火焰的颜色。随即我面带微笑的看着赵无极：“赵老师，接下来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火焰。”第3魂技焚天。话音刚落，整个擂台瞬间化作了一片炼狱。赵无极见状果断开启了不动明王身，然而面对无穷无尽的火焰，赵无极的防御还是被轻松破开，甚至躯体也焚烧了起来。见此场景，擂台下的宁荣荣等人都震惊不已。我的天哪，魂尊打败魂圣，我不是在做梦吧？听到宁荣荣的话，小舞则一脸骄傲，我就知道富江最厉害了。在众人感慨之际，擂台上的火焰也终于消退，赵无极则浑身重伤，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但他还是没有认输，毕竟堂堂魂圣输给一名魂尊实在是有些丢人。见他还在苦苦支撑，我略微歪了一下脑袋以示疑惑：“赵老师，你真的不选择认输吗？”闻言，赵无极顿时老脸一红，他有心继续战斗下去，可身体情况确实已经无法让他做到这一点，所以在沉思良久之后，他只能无奈地摆了摆手：“行了，我认输。”见状，我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抹笑容，之后才恢复了原本的模样。而小舞等人也在这个时候冲上了擂台。太好了，富江，我们赢了！说着，小舞还一头扎进了我的怀里，像是在和宁荣荣还有朱竹清宣告对我的主权。宁荣荣和朱竹清对此倒也不恼，只是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这时，一旁的赵无极轻叹了一声：“考核结束，你们全体通过。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史莱克学院的正式学生了。”此话一出，众人都大声地欢呼了起来。不过我们不知道的是，弗兰德正在一处树荫下默默注视着我，甚至刚刚还亲眼目睹了我们的考核全程，这让弗兰德的内心迟迟无法平静下来。毕竟他也没想到史莱克居然招到了我这么一个真正的怪物。随即，弗兰德的脸上露出一抹感慨的笑容。可惜小刚暂时不在学院，否则要是他看到了这个富江和唐三，说不定会开心的热泪盈眶呢。上位了，上位了！我居然要成为史莱克学院的首位校董了！此时的弗兰德浑然不知，其实我和唐三已经成了玉小刚的心魔。自从多年前玉小刚被唐三嘲讽一通，他的心中就有了一道坎，并且还开始期盼唐三在魂师之路上可以越来越失败。毕竟只有这样，唐三才会意识到他的好。然而前不久，玉小刚却从诺丁学院院长的口中偶然得知，唐三非但没有出现他预想中的那些错误，反而在魂师之路上越走越舒畅，甚至蓝银草的辅助能力还让堂诺丁学院的院长都赞不绝口。最关键的是，我这个指点唐三修炼的人，还成功吸收了千年第2环，魂力修炼速度更是快得要命，这几乎比杀了玉小刚还要让他难受。所以玉小刚甚至巴不得再也见不到我。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我和唐三已经在赵无极的安排下住进了双人宿舍内，但因为唐三搬到了奥斯卡那一间，所以整个双人宿舍内就只剩下了我自己。此刻的我没有急着休息，而是等到时间来到深夜之时，独自走到窗前，低声说了一句：“浩叔，出来吧，我感知到您了。”还不等我的话音落下，唐昊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果然还是瞒不住你。小江，你真的打算带着小三加入这个史莱克学院吗？如果真的加入的话，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自从我表示要加入史莱克学院开始，唐昊其实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在他看来，史莱克学院不过是一个中级魂师学院，连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资格都没有，加入这样的学院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对此
此我却微微一笑，浩叔，我和小三来这里只是为了过渡一下，等小三打好基础后，我会带他去更加合适的地方。原来如此，小三有你这样的兄长，真是他的福气啊。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你选择这个学院，是不是也和那个叫小武的女孩有点关系？眼见唐昊居然问出了这种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随口敷衍了一番。谁知道呢？然而听到这话，唐昊却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俨然将我的避而不谈当成了默认。随即他最后嘱咐了一句：小江，我希望你能记住，需要我的时候可以随时叫我，无论什么时候，我永远都是你和小三最坚强的后盾。话音刚落，唐昊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房间之中，我则默默回到了床上准备休息。但在这时，小武却蹑手蹑脚地溜进了我的宿舍之中，并在扫视了一圈房间后和我四目相对。哎呀，富江，你怎么还没睡啊？我要是睡了，就看不到你这个私闯男生宿舍的坏女孩了。才不是呢，人家是担心你，毕竟你今天用的那个魂技很像秘术之类的东西，我怕你身体上有什么不适嘛。而且我刚来史莱克学院，还有点不习惯，我今晚能不能和你睡一起啊？说完，小武快速地低下头，丝毫不敢看我的脸。见此场景，我宠溺地笑了笑，真是拿你没办法。那就过来吧，今晚你睡里面。时间转眼来到了第二天，小武一大清早就偷偷跑回了自己的宿舍，我则在起床后来到了食堂和唐三会合。刚一见面，唐三就主动和我分享起了打听到的消息。哥，我昨天和其他人打听了一下，自从一个被称作大师的人来到这里后，这个史莱克学院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闻言，我明知故问，什么大师？不会是诺丁学院的那个大师吧？不知道，不过现在这个年头，还真是阿猫阿狗都能当大师了。就在我和唐三聊天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集合的钟声，紧接着我和唐三就去往了操场。等来到这里之后，弗兰德和戴沐白还有宁荣荣等人已经等候多时，就连马红俊和奥斯卡也来到了此处。看到这一幕，我不免有些恍惚，没想到史莱克七怪现在就集齐了。不过现在有我的加入，史莱克七怪是不是应该换个名头了？正当我如此想着的时候，宁荣荣突然凑到了我的身边，开始叽叽喳喳的和我聊天，我则面带微笑的全程附和。对此，小武的心中顿时警铃大作。要知道他和宁荣荣现在可是一个宿舍的舍友，而他早上之所以那么早回到宿舍，也是想让宁荣荣怀疑他是不是昨晚去了我那，再借此让宁荣荣离我远点。但小武万万没想到，饶是如此，宁荣荣居然还会主动贴上来。因此为了宣示对我的主权，小武果断抱住了我的胳膊，接着还骄傲地瞥了宁荣荣一眼。见状，宁荣荣也想效仿，毕竟在他的眼里我已经是他内定的复选，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可还不等他有所动作，弗兰德就缓缓开口：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小奥已经成功突破到了30级魂力，考虑到你们都是一个团队，所以等到明天大师回到学院后，你们就跟着队伍陪奥斯卡去猎取第3魂环吧。至于今天，就给你们放个假，你们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听到这话，众人都有些开心，甚至宁荣荣和小武还短暂放下了彼此的恩怨，转而开始一起逛街。我则独自来到索托城，并在城中百无聊赖的闲逛了起来。等走到一家专卖魂导器的店铺时，我才饶有兴致的进入其中。可没想到弗兰德竟然站在柜台后面，显然他就是这家店的店主。看到我的到来，弗兰德不免有些惊讶：怎么，你是对魂导器有兴趣吗？是挺感兴趣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个东西的前途不可限量。听到我的话，弗兰德的眼睛一亮，随即突然话锋一转：富江，我可以送你很多魂导器，而且我的密室里还有很多品质更好，但前提是你必须答应一直留在我们学院，怎么样？很划算吧？闻听此言，我立马反应了过来，弗兰德应该是听戴沐白说了我们嫌弃史莱克学院破晓的事情，所以生怕我们这群妖孽会在未来离开学院。想到这，我轻声笑了笑：可以，不过我得换个身份，不如我出钱，让我来做史莱克的校董吧。